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松鼠汉语，我是跳跳。在这一期视频当中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把字句的用法。把字句在生活中非常常用。我希望通过这一期视频，可以告诉你如何正确而地道地使用把字句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首先，我们知道最简单的语法结构是主语加上谓语加上宾语。比如说，我吃鸡蛋，我们打扫房间，小明摔坏了雨伞，他带着相机。这些都是非常简单的句子，同时我们也可以用把字句来说它们。怎么样把它们变成把字句呢？比如说，我把鸡蛋吃了，我们把房间打扫了，小明把雨伞摔坏了，他把相机带着。这样我们就把最简单的主谓宾结构的句子变成了把字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把字句的结构是施事者，也就是要做动作的人，加上把，加上受事者，受事者也就是接受动作的人，接受动作的东西叫做受事者，再加上动作，再加上动作的结果或者影响，这样就构成了把字句。接下来我做几个动作，大家用把字句来描述这些动作，好吗？第一个练习，跳跳把书翻开了。跳跳把书翻开了。第二个句子，跳跳把饼干吃了。跳跳把饼干吃了。第三个练习，我把中国结挂在墙上。我把中国结挂在墙上。第四个练习，我把衣服整理好。我把衣服整理好。第五个练习，我们可以说，我把笔放进笔袋里。我把笔放进笔袋里。好啦，我们完成了5个练习，大家非常棒。接下来我要告诉大家，怎么样把简单的把字句再提升一步。接下来我们要在简单的把字句当中加上状语。那在哪里加状语呢？我们常常在把的前面加上状语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之前5个练习的句子，
加上状语之后，它们是什么意思？第一个是跳跳把书翻开了，那我们加上轻轻的，句子就会变成跳跳轻轻的把书翻开了。跳跳轻轻的把书翻开了，意思是他很小心很舍不得的把书翻开。接着我们把第二个句子加上偷偷的，偷偷的，句子就会变成跳跳偷偷的把饼干吃了。因为跳跳的妈妈不让他吃饼干，所以跳跳只能偷偷的把饼干吃了。好可怜。第三个句子我们加上小心的，小心的。我小心的把中国结挂在墙上。我小心的把中国结挂在墙上。第四个句子我们加上应该，所以句子变成了我应该把衣服整理好。我应该把衣服整理好。第五个句子我们加上很快，很快。下课了，我很快把笔放进笔袋里。下课了，我很快把笔放进笔袋里，然后冲出教室回家。很好，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简单的把字句当中加上状语，让整个句子变得更加的丰富，更加漂亮。接下来我要教大家如何说否定形式的把字句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在把的前面加上没，意思是没有完成一个动作。当然也可以加上不，那不的意思是我不愿意，我不想，是你内心的一种想法，是拒绝的我不想，我不愿意具体的大家可以看这里，这里有不和没的一些具体的用法，在把字句当中同样适用。接下来我们做一些练习，把之前的5个句子转换成否定形式。第一个句子是跳跳拿着书，但是他没把书翻开。跳跳拿着书，但是他没把书翻开。第二个例子是跳跳没把饼干吃了。跳跳没把饼干吃了。第三个句子是我没把中国结挂在墙上。我没把中国结挂在墙上。第四个句子，妈妈说，如果你不把衣服整理好，就不许出门。如果你不把衣服整理好，就不许出门。第5个句子，我没把笔放进笔袋里。我没把笔放进笔袋里。好，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说一个把字句，如何在把字句当中加上状语，如何把把字句转换成否定形式。那么接下来我要告诉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，大家要记住，并不是所有的主谓宾这种简单结构的句子都可以转换成把字句。意思是有一些句子，有一些表达只能用把字句哦。大家要记住，只能用把字句，有哪一些特殊的情况是只能用把字句的呢？我们接下来看一看。
动词的结果和影响这一部分出现了成、在、到、给，以及表示动作趋向的补语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用把字句，而且一定需要用把字句。下面我要给大家几个例子，比如说，我把那张照片挂在墙上，但是我不能说我挂那张照片在墙上，这是错的。他把邮票贴在信封上了，不能说他贴邮票在信封上。大家可以发现，在这两个句子当中都有在，对吗？所以发现在，那一定要说把字句。当动词后面的结果当中有成的时候，也就是做成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用把字句来表达。比如说，我们把那些肯定句改成否定句。我们把那些肯定句改成否定句。我们把这些座位摆成圆形了。我们把这些座位摆成圆形了。魔术师把纸变成花了。魔术师把纸变成花了。同样的，当动词后面的补语是到的时候，到一个什么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也是需要用把字句的。比如说，他把汽车开到大门口了。他把汽车开到大门口了。我们把奶奶送到医院了。我们把奶奶送到医院了。接下来是给，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可以说他把飞机票交给我了，而不能说他交飞机票给了我，这是错的。应该说他把飞机票交给了我。我把那支笔送给朋友了。我把那支笔送给朋友了，而不能说我送那支笔给朋友了，这是错的。最后一个是复合趋向补语。这个复合趋向补语的意思就是有两个动作，表示动作的持续的过程，就叫做复合趋向补语。比如说，老师把新同学带进教室来了。带进教室来了。这是一个有动作、有持续动作的一个表达。也可以说，医生把那个病人送回家去了。医生把那个病人送回家去了。我们已经说过了必须使用把字句的情况，接下来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，大家一起跟我把把字句说得更好，好吗？第一个大家要注意的是，有一些动词只有一个字，有些有两个字。那在大部分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在这些动词后面加上补充的成分。比如说，我把水喝了，需要加上了，而不能说我把水喝，这是错误的。我把房间打扫了一遍。我把房间打扫了一遍，一定要加上了一遍这种补充说明的句子，而不能说我把房间打扫。这样是错误的。这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二个呢，是谓语动词的后面如果有过，那我们不能用把字句。比如说，
我把水喝过，这是错误的。可以说我喝过水了，我喝过水了。所以大家要注意，有过就不能用把字句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。从非常初级的把字句的简单结构，到状语，再到否定句，最后到一些要注意的地方，希望可以对大家有帮助。那我们下期视频见吧，拜。